斑驳篱笆，谁守着家人凭思念洒？看那岁月留下一抹晚霞，青丝变白发。雨雨泪下，回忆沙哑，转眼又一夏。笑颜滚烫脸颊，模糊妆纱，苍老了年华。那暴雨就快要狠狠地落下，我还在等待着你一个回答。就让那风再大，吹起了牵挂；就让那雨再下，洗尽了繁华。用一生换刹那，我不会再挣扎。如果爱需要代价，我无法接受路沿途多变化。我只怕一错过就咫尺天涯。用信念换约定，我将爱牢牢刻下。林有福在立法议会发表讲话，指政府将采取最符合新加坡利益的行动。9月19日，行动展开，一些左派组织被解散，6名统一战线领袖被扣留。算命卜卦不灵不收钱。算命卜卦不灵不收钱。算命多少钱啊？随你啦，大姑。通知主任，目标出现了。红党勇是地下组织统一战线的总领导，也是左派工会和激进学生的领袖。逮捕红党勇的行动，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，知道吗？是，主任。喂，算命的，拜过山头了吗？没有是不是？没有拜山头，敢在这里摆档抢生意啊？大哥，对不起，我马上就收，马上就收。你以为这里是什么地方啊？想来就来，想收就收。大哥，得罪了，请你们喝咖啡。你以为这样可以打发我们啊？你们是谁？主任，这些地痞流氓想要敲诈我。啊，对不起，我坐。怎么样了？主任，目标还在里面。走。你们干嘛啊？洪党勇，我们怀疑你是颠覆分子，请回去跟我们接受调查。你们抓错人了。怎么是你？哎，原来是大律师啊！你干嘛抓我啊？还带那么多人来？你以为打仗啊？你带那么多人来，就是为了抓我？喂，我只是在看书而已，看书也有罪啊！啊！
把他带回去。对。为什么会在那里啊？因为，哎，我还是别说好了。你到底说不说？那是你叫我说的啊，你不要冒火啊！那个洪明慧，他劝我说不要再当流氓，要改邪归正。他说啊，好人会上天堂，坏人会下地狱。我只好乖乖的听他的劝告，努力的读书学习。喂，我就说了，你肯定会冒火的，是你逼我说的啊。姓胡的，你最好老老实实的交代怎么协助洪当勇逃脱，要不然你别想走出这里一步。怎么交代啊？我又不知道洪当勇是谁。哎，好了好了，我想想看啊。啊，我想起来了，那个大狗熊好像是姓洪的，难道洪当勇就是大狗熊？不可能吧？他不是你的好朋友吗？洪明辉的哥哥啊，洪明辉还是你的未婚妻哎，你连你的未婚妻的哥哥和你的好朋友都要抓，你是不是人啊你？说什么？对不起，我一时口坏。姓胡的，你想跟我装疯卖傻是吗？不是，真的不是，我还想从这里活着走出去的。洪当勇知道被跟踪之后，请你帮他一把，你就派你的手下转移监视人员的注意力，让洪当勇及时逃脱。我说的对吗？不是啊，大律师，我真的努力看书学习的。你还想狡辩？你大字不识一个的流氓，你看什么书啊？哇，大律师，你别狗眼看人低啊！不好意思，我不是说你是狗，你别误会啊。没错，我以前呢真的是不识字，经过我努力的学习之后啊，我现在认识很多字了。这是你被捕时手中握着的书，你说你认得很多字是吗？读给我听啊！真的要读啊？读啊！今天若不是看在查老爷份上，一定拿你交胜行私，办你个胆大赚赢。大律师啊，有几个字我不会念，你能不能帮帮我？悲。哇，不交就算了，你干嘛打人啊？政府宣布解散亲共的新加坡妇女联合会和铜锣音乐会。同时拘留6名共产党统一战线领袖。首席部长林有福指出，我们决定采取强硬的行动，对付共产党统一战线组织日益严重的威胁。李光耀代表人民行动党发表声明，指这突如其来的专横行动引起我们最认真的关注，我们正在着手调查这件事。接下来是国际。明慧，你是不是担心当勇？我妈的身体状况你也知道的，她现在一直挺着，是希望能够见到我哥。
如果他知道我哥被逮捕了，那恐怕当勇不会被逮捕的，他一定会斗争到底。那就是死路一条。他们非但无法取得胜利，而且会自取灭亡。可惜，当勇不相信我的话。你是政治部主任，这次的逮捕行动不可能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没错，我宁可被你们指着鼻子骂，被自己的父母误解。将来有一天，你们会了解，我这么做，绝不是为了自己。我哥是不是在逮捕名单中？是，我还亲自带人去逮捕他，但被他逃脱了。其实，我大可撇得一干二净，说这次的逮捕行动跟我无关。可是，我要你们知道问题的严重性。我并不是要逮捕当勇，而是要救他。救他？没错，当勇被捕，我会尽全力救他。他也许会被扣留几个月，一旦他表明放弃斗争，就会被释放。但是，他却成功逃脱了，这才是叫人担心的，因为他随时会死在清剿行动中。真的是义正辞严。很可惜，你的目的不会得逞。我太了解当勇了，他宁可牺牲，也不会向殖民主义者和他们的代理人低头。很不幸的，这些人当中，包括你。我真是里外不是人。明慧，你也像敏儿这样看我吗？我现在心情很乱。现在不是感叹，也不是摇摆不定的时候。相比之下，你比敏儿理智多了。所以，我希望你做出决定。什么决定？决定自己的方向，决定要走怎样的路。敏慧，我要你全心全意地支持我，一起为我的事业和目标奋斗。这么晚了，你要去哪里啊？我搬去学校宿舍。爸妈去了吉隆坡，他们回来问起，我要怎么跟他们交代？我跟大伯、大伯母提过，宿舍靠近校园，上学方便。这不是理由。你想避开我，你也要跟我划清界限，对吗？对不起，我得赶去大巴士。你不能走。请你放开我！我绝不让你走。你们为什么都不了解我？都不了解我！你们以为我想跟好朋友反目，跟未婚妻摊牌，跟你这堂妹形同陌路吗？我是这家里的独生子，父亲是大头家，我大可以继承父业，舒舒服服过我小头家的生活，又或者开我自己的律师馆，光帮人打官司就有赚不完的钱。我何必搞到今天这地步？我何苦啊！每个人都有权选择自己想走的道路，不是吗？所以你说你想跟随当勇，即使那是一条错误的不归路，你也无怨无悔，是吗？是。那我也告诉你，我绝不会让你跟随那不负责任的蠢蛋，走上这条不归路，埋葬了自己的大好前程。你无法阻止我。我能阻止你。你怎么阻止我？用我的权利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为了保护你，
为了不让当勇自私的把你当成牺牲者，我会用最激烈的手段来对付他。你，敏儿，你不要怪我，我也是为了你好。你不想继承你父亲的事业，不惜和朋友反目，和未婚妻摊牌，和我形同陌路，不是因为你有什么远大的抱负，你要的只是权力。你真的那么认为吗？是。政治部主任这个位子根本满足不了你，你想更上一层楼，往权力的顶端爬上去，这就是你的野心。野心和权力能腐化一个人。感叹的是，我在你身上就是看见了我善良的堂妹。让我告诉你们，在这个动荡的年代，没有野心和权力，你什么事都办不到。交给我合作点。主任，辛苦了。吴家，你现在可以走了。哇，大律师，你该不会又玩我吧？等我走出去之后，你没有冲过来向我拳打脚踢，说我企图逃跑。你现在是我们的线人，我怎么会这样对付你呢？线人？你说我是你们的线人？大律师，我该没听错吧？我为什么一点都不记得有这样的事啊？你想知道的话，就去问梁四海啊。海叔，阿玲，摇个电话给爹打成，叫他马上过来。是。你脸色发紫，内伤不轻啊，体内的淤血一定要散出来，要不然后患无穷。谢谢海叔，我给你带来那么大麻烦，你还那么关心我。谁让我把你当儿子一样？心里虽然气，又不能看你死。你知道你这次闯的祸有多大吗？对不起，海叔。我们混黑道的，最怕的是什么？我们黑道的最怕是白道来找麻烦，而你又偏偏跟那姓张的作对。他管的政治部，政治我们能沾吗？我们小一堂100多个兄弟。我们的赌馆、烟馆、妓院，一夜之间就会被扫荡得干干净净，连根拔起。那我已经答应那姓张的，你会把洪当勇交给他。海叔，你不同意？我不能出卖朋友。朋友？
是第一天出来混的，你是个流氓。人家表面上怕你，骨子里却瞧不起你。有谁会跟流氓做朋友？他只是在利用你而已。我如果不答应那姓张的，你说你会有命出来吗？我们小义堂还能在这里立足吗？我每个月进贡了多少钱啊？从红毛高官到小警察，个个都要打招呼。好不容易才打下这个江山，如果你想毁掉这一切，就算你是我亲生儿子，我也会先毁了你。踢你屁股！你的脸，没事，出来混，有哪一天不是受伤的？对了，你刚才叫我什么？叫你踢你屁股比较亲切嘛。啊，好了好了，以后都不叫你踢你屁股，叫你洪明慧好了吧？不行。你不喜欢我连名带姓叫你啊？好，那就叫明慧吧。啊。不行，叫明慧姐。哇，你要占我便宜啊？什么占你便宜？你小时候都是这么叫我的。有这样的事吧？怎么我都不记得了？因为你最无赖，对你有利的事你才记得，对你不利的事你就忘得一干二净。你还不是一样？生气的时候嘴巴像鸭子一样扁的。什么事那么不开心啊？没事。喂，你看你一直都没变，说起谎来，眼睛都不敢看人呢。你碰见我，算你走运了，跟我走。去哪里啊？跟我走就是了，反正又不会卖了你。还说很快回来，到现在怎么不见踪影？吓到你了！你别老像长不大的孩子好不好？你不觉得我们开心的时候，就是还没长大的时候吗？来，坐下。你去哪里找这些东西啊？这里到处都是。来，来，你吃这个，很甜的。很酸，酸死了！怎么样？酸的眼泪都流出来了吧？那就流啊！你怎么老爱欺负我啊？想笑就笑，想哭就哭，想流泪就流泪，干嘛放在心里面？以后心烦的时候，就哭他一场，笑他一场。哭过笑过之后，你就会发觉，除非天塌下来，要不然天底下的事没什么大不了。嘉儿，哎，我不是说过了吗？叫我胡家或者是大流氓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要隐姓埋名？为什么不选择离开黑道，和你姐、你大伯、大伯母一家团聚？不可能的。为什么不可能？你知道什么是黑道吗？黑道是一条进得了、出不来的路。胡说！人生的路是由自己选择，谁也不能左右你。你们这种人才这么说。
我们入会前，在神灵面前发过重誓，一生不离弃，不背叛，违背誓言者，人杀，天诛地灭。而且我的堂主还救过我的命，他为了保护我，不惜付出代价，和白狗的帮会结下深仇大恨。我们混黑道的，讲的是义气，我不干没义气的事。再说，我不混黑道，还能做什么？你从小就很聪明，还怕找不到你能干的事？我记得小时候我学过一句话：一失足成千古恨，再回头已是百年身。事在人为，只要你有心往正路走，一定办得到。你知道吗？我娘娘临终前，她吩咐过我，要做个对社会、对民族有贡献的人。可是这些年来，我干的都是伤天害理的事。从今以后，我们不要再见面了。即使在路上碰面，也不要打招呼。为什么？我跟你说过，我仇家多，跟我有关系的人，也可能成为被报复的对象。我不怕。我怕，我怕会失去你。来，你吃这个，一定甜的。以为我还会上当？我这次不会骗你的，真的。来，很甜。洪明慧，当你觉得心烦意乱的时候，你要记住，人生本来就是甜酸苦辣。当你觉得酸、觉得苦、觉得辣的时候，记得还有甜甜的滋味。明慧，你妈有话要跟你还有小妍说，过来坐吧。小妍，明慧，我的日子不多了。妈，你别这么说。是啊，压着婶婶，你身子是虚弱了一点，不过只要好好调养，很快就能康复了。你们不用安慰我，我自己的身体自己清楚。你哥，他不争气。我想，我们是没有这个福气喝到女人这杯幸福的茶。你别胡思乱想了。明慧，让你妈
把话说完。我有个心愿，希望在我闭上眼之前，能看见你们两个在一起。小燕，你婶婶身体不好，如果你不嫌弃敏慧，就快点把她娶过门吧。石头叔，牙齿婶婶，我对明慧的心，你们是知道的。能娶明慧为妻，彼此守护一生，是我最大的幸福。如果你们放心把明慧交给我，明慧也不介意和我结为夫妻，我愿全心全力爱护、疼惜她的。明慧怎么会介意呢？她能嫁给你，是她的福气。明慧有你照顾，我们很放心。明慧，你大伯母都那么疼你，进了张家，要好好孝顺他们，做个好媳妇，好好照顾小燕，做个好妻子。我知道了。神明在上，今天是我的弟弟张家的生日。他自10多年前失踪后，就一直下落不明。如果他还在人世间，求神明保佑他平安，早日回家相聚。如果他已不在人间，他一定在天上和爸爸和娘娘在一起。请他托梦给我这个姐姐，我很想她。敏儿，我记得妈跟我说过，小时候有个看相的替你弟弟看相，他说家儿福大命大，一生虽多波折，但总能化险为夷，苦尽甘来。我知道你是在安慰我，但是我希望这是真的。其实我一直有一种感觉，我弟弟还在人间。难道是姐弟连心？嫂子，怎么不习惯我叫你嫂子？你很快就要做新娘子了，可我看你好像没有待嫁女儿的喜悦。母亲病重，我哥又流亡在外，喜悦得起来吗？你别担心，结婚是大喜事，冲喜之后，雅子婶婶的身体一定会好起来的。你是不是有什么话想跟我说？你如果把我当好姐妹，就应该把心里的话说出来。老实说，
我近来觉得你哥有些陌生。你也感觉到了，我也觉得他变了。其实，这样说他，也许不公平。他也可能觉得我变了。你说的对，他也许也觉得我变了。你爱我哥吗？我爱过他。爱过？米娜，不要再问了好吗？我愿意嫁给他，也愿意为他放弃一些信念。婚后，我会尽相夫教子的责任，做个好妻子、好母亲。你看看，你喜不喜欢？我平时都不带这些的，你真的不用破费。婚礼虽然有些仓促，但是不能随便。我不想委屈你这个新娘子，我要你漂漂亮亮的出嫁。来，看是点什么？对了，明慧，我跟石头叔谈过了，下个月就是婚礼，是有些仓促，所以来不及计划我们的新婚旅行。不如明年春天我带你去欧洲吧。你想去哪里？这个就由你决定吧，我没意见。医生，给我们2份牛扒。甜品呢？就来。明慧，你想点些什么？不是，我是想说，点太多了，够了。再来2杯红酒。谢谢。客气。谢谢。不如我送你回家吧。不用了，我还有点东西要买，你先回去吧。那好吧，你自己小心点。嗯。大胖，你是谁？我不认识你。胡佳呢？你跟他说，我有事要问他。嘉哥说，他不认识你。我不管他认不认识我，你叫他出来就对了。不行，嘉哥跟堂主在里面喝咖啡。为什么我要跟你说？在里面是吗？喂，你不能进去！
胡家，不要叫！大胖，嘉哥跟堂主在里面吃饭。大胖，你让开！胡家，不要再叫了！胡家，你出来！你听到了没有？惹上什么女人了？被女人缠身是很麻烦的，自己小心点。是，海叔。啊，不要跟女人纠缠了，办正事要紧。3天内一定要把姓洪的叫出来。知道了，海叔。走吧。这个，他一直，这个，大炮哥，我们要不要跟着去啊？我们跟着去干什么？他是这个的女人。你在干什么？唯恐天下人不知道你认识我这个流氓吗？我知道你说过，我们最好不要再见面，即使在路上碰面，也不要打招呼。那你刚才是什么意思？我要提醒你这个笨蛋，谁该嫁，谁不该嫁。你凭什么叫我不要嫁给张燕？就凭我这双眼睛，凭我混了江湖那么多年，谁是王八蛋，谁是好人，谁是坏人，绝对逃不过我这双眼睛的。你应该知道，他是你堂哥。我管他什么堂哥不堂哥，我从小就看他不顺眼。你终于说出真心话了。你从小看他不顺眼，不喜欢他，所以就先入为主，认为他是坏人。你知不知道，他要抓你哥哥？我知道。他一边要娶你，一边要抓你哥哥。这么无情无义的人，你为什么还要嫁给他？你说，为什么要嫁给那个混蛋？我哥和张燕都卷入了政治的斗争，政治真的很复杂，不是3言2语就说得清的。是，我是流氓，我不懂政治，罢工，地下分子，什么殖民地走狗，我听又听得多，看也看得多，我就是不懂，我也不关心，我关心的是你，我在乎你。张燕那小子配不上你。不要说了。如果你不是那么好，如果你不是那么善良，如果你不是我在乎和我关心的人，我管你嫁给谁？不要说了。我就是要说，因为我在乎你，我关心你，我喜欢你。是，我是喜欢你。虽然我知道不可能跟你在一起，但是我希望你幸福。再多小黄花，放飞如水